斯洛文尼亚位于欧洲中部，因为其多样的自然美景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被誉为欧洲的绿色宝石。这个小小的国家有着不输瑞士的阿尔卑斯山风光，堪比意大利的地中海风情，有着浓郁的东欧风情的建筑风格，喀斯特地区独特的平原和洞穴，以及各种各样的户外活动。每一个角落都展示着独特的魅力，这里绝对是我在环游欧洲过程中感受到最多惊喜的过程，实在是太美了。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为大家推荐一下我觉得斯洛文尼亚最美的景点吧。需要斯洛文尼亚定制的旅行谷歌地图的小伙伴们，记得看到最后。这里首先要推荐的就是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纳。我几乎很少推荐一个国家的首都作为值得一去的旅行地点，但卢布尔雅纳真的很不一样。它没有喧嚣的车水马龙，反而给人更多古镇的安逸和舒适。而这个城市的名字在斯洛文尼亚语中的意思是被爱的人，用这样的名字来命名它的首都，真切地反映了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城市的温馨和富有魅力的氛围。如今城市正中心的广场上依然肃立着两桩为爱而生的雕塑。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19世纪的斯洛文尼亚国宝级诗人 Franz Prešen 弗兰策·普列舍人。大诗人 Prešen 呢，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爱情故事，就是他在广场的这一端，然后他眼望过去的在广场那一端有个女子，这就是他一生一直在追求的女人。虽然最后两个人没有在一起，因为Prešen 当时只是一个非常穷的一个穷小伙子，而他所追求的这个是当时最美的一个富家商人的千金，但他一生的这种追求也成了一段佳话，所以在他死后，人们把雕像树立在首都最中间的这个广场的时候，就让他和当时没能在一起的那位富家千金隔着广场相望，也延续这段浪漫的故事。Franz Prešen 最有名的一首诗《赞酒歌》在1991年斯洛文尼亚独立的时候被选为了斯洛文尼亚的国歌。这歌的歌词非常有意思：第一，为了我们的美酒干杯；第二，为了我们的友谊干杯；第三，为了我们保家卫国的子女英勇的战士而干杯。那么一个把爱情和美酒奉为圭臬的国家，它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呢？斯洛文尼亚在好几百年之间，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属于奥匈帝国的领土，所以呢，它的风格也就有点延续维也纳，有很多巴洛克时期的这种建筑风格，像我后面知道大教堂。我们身后这个长得有点奇怪的建筑它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家叫 José Plesnik， 他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他是斯洛文尼亚人，但他当时这毕竟是属于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嘛，所以他的建筑也在像维也纳和捷克布拉格这些地方留下非常深刻的痕迹。这个建筑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它是在2战之前大概2-3天的时候完工的。意大利的军队已经在向卢布里安娜进发了，他们不想在这样一个新建成的图书馆马上就被意大利人占领，用他们作为军事用途。于是在刚建好的时候，他们只有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图书从旧的图书馆里面全部搬到这个新的图书馆里面。当时他们动员了所有的学生和一些教授手传手。当意大利的士兵进城之后，他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这么多学生抱着书到处跑呢？这个时候就发挥了意大利人的幽默的精神了。一看，哎呀，这么多人抱着书到处跑啊，觉得这是不是什么地方出火灾了呀？于是当时进城的士兵就决定，那我其他事情先不干了，我先帮这些学生搬书。然后就在意大利军队的帮助下，他们就先把这些书全部都转移到了这个新的图书馆，所以它就从来没有被作为其他的用途过。在众多类似的巧合下，卢布里安娜的城市一直保留完好，而这些历经时间洗礼的建筑渐渐洗去了戾气，只留下了爱和包容。在城市的街角随意走走，呼吸着这慵懒和安静的空气，看着时间慢慢流逝，感受着古今时空的交错，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舒适感。如果说卢布里安娜是有着小镇般悠闲的大城市，那斯洛文尼亚的古镇就更像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离卢布里安娜开车大概30分钟的地方就有一个这样的小镇 Skovsha Loka，
Scoia Loca 呢，在13世纪就已经存在了。它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主教的草地，所以在当时的确就是罗马西征占领的这块地段时候，作为主教他的自属地。当然，从13世纪、14世纪一直到19世纪初，这一块都是被奥匈帝国统治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从来没有真正的入侵过这个地方。这片小镇呢，现在也是特别宁静的一个。近千年来，这个小镇都远离了战乱的侵蚀，依然保存了完好的中世纪建筑、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美丽的自然风光。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小镇入口处的 Captain Bridge 开普钦桥，这是斯洛文尼亚最古老的石桥之一，建于14世纪，横跨索拉河。小河在傍晚的时候显得尤其的静谧，潺潺的河水都带了一种历史悠久、波澜不惊的感觉。小镇内部有很多哥特式风格的建筑，比如曾经主教的 Parish Church of St. James 和保存完好的街道和雕塑。在这里散步，有种回到中世纪的感觉。如果你对小镇感兴趣，斯洛文尼亚东边的 Putuj 也非常值得一去。这个坐落在 Drava River， 就是德拉瓦河旁边的小镇，以其丰富的历史遗产、中世纪建筑和传统文化活动而闻名。作为曾经东西方贸易的要塞，这里最有名的叫属12世纪建立的 Putuj 城堡了。我刚刚顺着这个山坡爬到 Putuj 城堡的上面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城堡，而且上面的景色非常好。先看我们右边的那条蓝蓝的河，就是达瓦河。然后达瓦河从 Putuj 的侧面一直穿过，到下面会形成一个很大的湖。然后这个方向可以看到整个镇子的中间，还有这个红红的塔，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教堂。城堡的内部现在是一个博物馆，对历史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进去看一看。除了城堡，Putuj的中世纪老城区也非常值得一逛。它保存了许多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如美丽的市政厅、古老的商铺和庄严的教堂。我来这里的一天天气不是特别好，但是在小镇里随意找到了一家咖啡馆，也让这雨天变得特别有氛围。这几天这雨下的也真是，据说要下整整一个星期的雨。但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喝着咖啡、看着书，消遣一个下午，感觉也都还是蛮舒服的。离开小镇，我们就要开始探索斯洛文尼亚的自然风光了。在城市与山区的交界处，有一座美得惊为天人的教堂，这就是 Catholic Church of St. Primus and Felician。我是在早上离开卢布里安娜的时候，开在山路间无意中遇到这个教堂的。当时山间的迷雾刚刚被清丽的阳光所驱散，只在远处留下了一点薄纱，让背后的阿尔卑斯山若隐若现。教堂就这样在山林间凸显出来，勾勒在一条乡间小路的尽头。当我飞起无人机的时候，一个村民正好开着拖拉机从旁边经过，让整个画面显得更加生动。这座教堂最早建于9世纪末，可比我们之前看到的好几个古镇和城堡的历史还要悠久。但更美的是教堂外面的风景。它坐落在科尔坦特尔村庄附近的小山顶上，俯瞰着阿尔卑斯山的卡姆尼克和科瓦尼斯卡大平原的壮丽景色。我徒步来到教堂，这里安静的只有风声和鸟鸣。我忍不住坐在教堂后面的椅子上，背靠教堂，面朝平原和大山冥想，让人感觉无比的放松，简直太幸福。离开教堂继续向北开车大概20分钟，就会来到斯洛文尼亚最有名的景点之一 Lake Bled 布莱德湖。这是一个阿尔卑斯山环绕的美丽的湖泊，湖水清澈见底，呈现出蓝绿色，在四周的群山和森林的环绕下，形成了如画的景象。我们又来到了斯洛文尼亚的 Lake Bled。湖周边非常适合徒步，周围也遍布了很多餐厅、咖啡店和酒吧，在这里还可以品尝到不少斯洛文尼亚本地的食物。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放在面包里的炖牛肉，哇，慢火炖的这种土豆炖牛肉，很有创意的塞在了挖空的面包里面，让这个最美味的反而变成了吸满汤汁的面包。This is amazing！ 哇，湖上可以泛舟游玩，而湖的中心有一个小岛叫 Bled Island。
上面矗立着一个美丽的教堂——圣玛利亚升天教堂 （Church of the Assumption）。这座教堂以其17世纪的巴洛克建筑风格和传说中的愿望钟而闻名。你可以乘坐传统的普兰卡的小木船前往小岛参观教堂。据说在这里听过敲响的愿望钟后许愿会非常的灵哦。离开布莱德湖北上不到20分钟，就有一个绝美的峡谷——维特加峡谷 （Certesca Ventica）。这里有着言语难以形容的秀丽的峡湾和翡翠般的河水。我们现在在斯洛文尼亚 Lake Bad 旁边特别有名的一个峡谷，这边的门票是10欧元一个人。进来的时候强制每个人要戴一个头盔，可能是为了安全考虑啊。我不知道这两边会不会还有这种落下的石头。峡谷是由雷德夫纳河 （Randolphina River） 经过数千年的侵蚀而形成，河水切割穿过石灰岩，形成了一条长约1.6公里的狭长的峡谷。峡谷的深度可达50到100米。为了方便游客探索，整个的维特加峡谷沿河铺设了木质的栈道，非常的容易徒步，全程依山傍水，秀美绝伦。我们现在早上9点多的时候，阳光从山谷里面射下来，就这个样子。这水真的好清啊，水清到就是让人想跳下去游泳这种感觉。说到峡谷，就不能不提斯洛文尼亚最美的山川公园——特里格拉夫国家公园 （Triglav National Park）。它位于斯洛文尼亚的西北部，紧邻意大利和奥地利的边缘，覆盖了朱利安阿尔卑斯山脉的大部分地区。它的主峰是特里格拉夫山，海拔2864米，是斯洛文尼亚的最高峰。登上山顶一般需要2到3天的徒步，被很多斯洛文尼亚人视为必经的成年礼。据说斯洛文尼亚的青年人第一次登上山顶时，需要用打屁股的仪式来庆祝。仪式是由经验丰富的登山者用登山的绳索拍打新登山者的屁股，由此来庆祝挑战的成功。我问了一个本地的向导，他说现在已经没有人记得这个传统的来源了，但这不妨碍它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仪式。国家公园内除了登山，还有很多美丽的徒步路线，清澈的溪水以及一个壮丽的 Perikny 瀑布。现在来到了第2个景点 Perikny Waterfall， 从旁边有一条徒步的路线可以走到瀑布的背后。最神奇的是，游客可以很容易的走到瀑布背后去观赏，在我去过那么多的瀑布中还是很少见的。在如此丰富的水资源加持下，白水漂流就成了斯洛文尼亚不可错过的活动。这里最好的白水漂流点都在索查河 （Soja River）。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漂流中心，现在要把装备全部都拿好。好，你换好装备哦。水还是很冷的。我每一次 rafting 的时候都会掉水里。他说我先把你踢下去，我就不会掉水里了。Soja River 湍急的水流和清澈的水质被公认为欧洲最好的白水漂流目的地。河流不同段的激流的等级覆盖了1到5级，提供了从初学者到高级漂流者的多种选择。再加上河底石灰岩的矿物质，让这里河水呈现出独特的蓝绿色。在这里漂流绝对是视觉和身体的双重享受。作为游客，皮艇漂流走的这一段大多是2到3级的激流，比较刺激但又相对安全。中途导游生才带我们到了一个可以跳崖的港湾小憩，听听大家跳下来的声音就知道有多好玩了。更让我惊讶的是，路上一些支流的溪水竟可以如此的清澈。我们订的 Top Rafting Center 在漂流完之后可以免费使用营地的炭火 barbecue。虽然外面下着小雨，但丝毫不妨碍我们享受烧烤的心情。漂流完就可以烧烤，我们爽。大家要记住，来的话一定要会游泳。老板说有几个中国人来了之后不会游泳，后来他们就不让他们再去漂流。
太好笑了。来索查河旅游，如果不想下水的话，周围有很多超美的徒步路线可以选择。其中索查河上游的水流更急，有一条沿着峡谷旁边的著名的徒步路线，景色非常的壮观。哇塞，这底下太漂亮了吧！哇，斯洛文尼亚为什么有这么多碧水青山？这个水在阴天下都这么蓝，实在是太美了。这两边这种巨石的中间流下来的这个水。这条路线是可以漂流的，但感觉这个难度应该是技术非常好的人才敢这里漂流吧。这块石头好像一个半高了，刚切了一半。这边一路上有好多这样的随时路边可以停车的地方，而且有很多特别美的铁索桥，横跨两边的峡谷，在上面看那种绿水青山，简直太美了。这又是一个可以观景的地方。这一段水域没有刚才那么险峻，两边都是那种高耸的悬崖呀、石头啊，这个更加开阔，风景也非常不一样。但不变的是这个水青绿的颜色，简直太美了。附近还有一条非常推荐的徒步路线，会带你到一个更似仙境的瀑布——科扎克瀑布 （Waterfall Kozak）。瀑布坐落在一个狭窄的山谷内，周围是茂密的森林和苍翠的植被。这个瀑布总共的落差只有15米，并不是特别高，我却愿意称它为斯洛文尼亚最有意境的瀑布。这里就静谧到游客之间都没有人说话，就感觉那种轻易的对话都会打破这里的宁静的感觉。还有这条可爱的狗狗，它身上还带着背包，太搞笑。就当一个地方的能量对的时候，也能给人一种平静、喜悦的感觉。它是从一个狭窄的洞穴跌落下来，形成一个美丽的半圆形的水篮，最后落在一个深绿色的水池中。瀑布的水流由附近的地下泉供给，清冽的水质让这里显得更一尘不染。游客可以沿着 Kozak 河上的小径徒步，穿越木桥和森林，直达瀑布。整个徒步过程大概只需要45分钟。最后还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斯洛文尼亚非常有名的洞穴探索，必须趴着才可以过来，前面就是这样。这里大量的石灰岩的山体在地下河的冲击下，形成了非常多著名的洞穴。我对洞穴探索不是特别了解，但还是把最有名的3个洞穴标记在地图上，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自己查看。想要这一份斯洛文尼亚最美景点的定制地图的小伙伴们，欢迎私信。还想看欧洲哪个国家的旅行攻略呢？也欢迎留言告诉我，这样我就可以提前去做那一期的视频。最后就希望大家玩得愉快，我们下期再见。